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Sea Limited 的股票分析，一家我认为具有非常大潜力的科技公司。有人说它是腾讯加上阿里巴巴的浓缩版，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Sea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先从 Sea Limited 的公司简介开始。Sea 是亚洲领先的综合性互联网公司，主要的业务包括了3个方面：在线游戏、电子商务和电子钱包服务。它的主要目标市场是东南亚以及台湾，最近还进军了巴西。在网络游戏市场中， Sea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该公司的商品总值和总订单量在东南亚地区的电子商务市场中都排名第一，并且以电子钱包的交易总值来看， Sea 是数字支付的领导者。由于管理层的远见以及稳固的执行力，以及依靠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增长机会， Sea 在最新的财报表现出色，有着亮眼的业绩。Free Fire 一款类似于吃鸡的游戏在拉丁美洲取得成功之后， Shopee 也在巴西提高了应用排名，再加上调动了高级经理去领导巴西的 Shopee，Sea 正在积极地扩大拉丁美洲的电子商务，充分地利用在线购物的趋势。此外，在数字支付方面，随着印尼的 Shopee Pay 的牵引力上升，以及在新加坡刚获得的银行牌照表明， Sea Money 正积极地在东南亚渗透进入数字钱包和贷款业务。尽管2020年的疫情直接帮助了游戏业务和 Shopee 的强劲增长，但展望2021年，通过努力发展 Shopee Mall 以及改善了为商家所提供的服务，盈利速度会加速，从而提高了利润率以及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为什么我那么看好 Sea 这家公司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它的主要业务。该公司就是以游戏起家的，首先要看的当然就是 Garena 的游戏。在东南亚的90后游戏爱好者肯定都用过 Garena 这个平台，如今他们已经转攻手机游戏了。该公司的3款主打游戏有类似于吃鸡的 Free Fire、Call of Duty Mobile 以及类似王者荣耀的 Arena of Valor， 而且在多个国家包括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 APP 商店上都占据了前10名。一家互联网公司最有价值的就是用户数量。我相信 Garena 已经在东南亚地区与用户们建立了长久的信任关系，可以增强 Sea 的生态系统，间接地帮助了电子商务以及数字支付的发展。第二个业务，电子商务 Shopee。 根据该公司的数据， Shopee 在用户数量、用户花费的时间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度都排名第一。在2020年，东南亚电子商务市场以每年 63% 的速度增长到了620亿美元。受益于6亿的庞大人口、互联网普及度的提高，尤其是年轻的用户群， Shopee 代表着东南亚电子商务市场的推动者之一，当然也是这个趋势最大的受益者。在受到疫情的影响时， Shopee 注意到电子商务上的在线渗透率正在加速，这将会支持2020年东南亚许多电子商务平台的强劲增长。因此 Shopee 的重点将是进入2021年中，通过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来留住用户。这些体验有如更快的运送速度、数字钱包，以及扩展进入其他种类的商品，例如计算机、汽车配件、家具、电子设备、厨具等等商品。对于数字钱包， Shopee 表示，虽然货到付款仍是东南亚电子商务的主要付款方式，交易额达到 6.2 亿美元，但数字钱包正在成为一种更加普及的在线支付方式，占东南亚在线总 Total Payments Value 的 25%。 随着数字钱包 Sea Money 的推出， Shopee 平台上超过 30% 的订单都会是基于 Shopee 自己的数字钱包完成的。东南亚国家的乡村区域将会为 Shopee 带来另一个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 Shopee 的卓越经验以及商品扩展的推动下，居住在印尼、
以及越南的郊外用户将会大大的增加。通过连接 Facebook 以及 Google 上的流量， Shopee 还与多个跨境的业务伙伴建立了关系，以扩大收获客户的渠道。Shopee Live 随着对品牌产品需求的增加， Shopee 的购物娱乐功能还有助于推动这些品牌产品的转化。例如 Shopee Live 的每月收视率在2020年同比增长4倍，订单量同比增长2倍。在双12的促销期间，流媒体直播的观众总数已超过 4.5 亿。除了东南亚的主要市场以外， Shopee 还试图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建立着更强的影响力。早在2019年， Shopee 便在巴西推出了多个跨境的电子商务服务。惊人的是，在巴西的 Shopee 用户在2020年12月已经超越了亚马逊，但与领先的拉丁美洲电商公司 Mercado Libre 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 eMarketer 的数据，到了2021年，拉丁美洲的电子商务市场总额将达到84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7%。如果 Shopee 在拉丁美洲继续获得吸引力，我相信 Shopee 将能进一步的提高它在电子商务市场份额以及未来的增长潜力。随着巴西电子商务渗透率的提高，用户对在线购物平台上更多类别的商品需求将会逐渐变大，这有利于拥有 Shopee 等广泛产品的平台。而第三个业务就是电子金融服务 C-Money。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消费者正在推动数字支付的革命。东南亚地区 49% 的商业银行消费者都已经开始使用了电子钱包，这个比例预计到2025年将会增长到 84%。 这项报告还指出，疫情的存在已经加速了东南亚中各个家庭使用数字支付的速度。电子钱包的普及率与在线电子商务活动以及新闻、娱乐、在线视频、社交网络以及食品配送等其他活动之间都存在着相关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 C-Money 所拥有的产品。C-Money 的产品包括有移动钱包服务、付款处理、信贷产品以及相关的数字金融服务。目前这些产品在东南亚以及台湾的7个市场都以不同的品牌来提供。除了服务 C 的游戏以及电子商务支付的交易外，电子钱包的用力已经拓展到了其他的板块。他们已经与电信公司、游戏运营商、电影院、游乐园以及食品配送服务提供商、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卡发行商等等的许多商家合作。通过与更多的商家合作， C-Money 能够为更广泛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移动钱包允许用户进行在线支付、充值钱包、转移以及提取资金，并且还可以离线的进行支付。离线的支付服务可以使用户方便的为他们的手机钱包充值，在社区内的本地商店购买数字产品。 C-Money 指出，它还帮助线下的企业数字化以及发展他们的业务。 C-Money 还提供3种类型的贷款服务，有消费贷款、现金贷款以及卖方的贷款。它为 Shopee 的用户提供了可以马上购买商品，可是未来才支付的自由。卖方的贷款服务是专门为微型以及小型的企业卖家量身定制的，这使他们能够获得资本。另一种服务可通过为卖方提供以每个订单预收的贷款方式来帮助卖方改善现金流。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就是新加坡的银行牌照。2020年12月4日 C Limited 宣布已经被授予分发在新加坡运营数字化全额银行的许可。C 指出，通过 Shopee、Garena 以及 C-Money 之间的集成平台，以及提供数字银行服务，它将利用关于 C 的数字生态系统，通过金融服务、技术创新来支持该国的数字经济增长。那最后我们也来看看 C Limited 所面临的风险，那就是第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以及支付中， Lazada 是一个可敬的对手。第二，
Shopee 电子商务的经营历史有限，还没证明它能盈利的能力。第三，依赖全球游戏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游戏版权。第四，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在7个地区所面临的监管挑战以及政治风险。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个人对 C 的股票操作。股票名称 C， 股票代码 SE， 目前的价格为276美元。而我的目标价格为320美元，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220到250美元之间。我认为目前的股价仍然属于高位，我会等到股价回调才开始加仓。长期来看，我认为这是一家具有非常大潜力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拥有良好的管理层、成长潜力以及护城河。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